你们心中最帅的超级英雄是谁？这个问题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。但如果说最特别的英雄，那绝对会有人说是毒液。没错，其他的英雄要么靠科技，要么靠变异，而毒液不一样，人家靠寄生。别人都是单兵作战，就他是双剑合璧。毒液是一种来自外星的寄生体，在电影中首次登场是在蜘蛛侠3，它可以给予宿主超凡的力量，还能让宿主拥有强大的再生能力。然而被寄生的副作用就是会放大宿主的阴暗面，而且共生体的寄生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宿主，一旦寄生失败，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于是就有人拿流浪汉来进行这残忍的实验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德雷克，他创立了一家生物公司，其目的就是想利用共生体创造出超级战士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测试对象因为实验失败而死亡时，其余所有人员都是看着那位死亡的流浪汉，唯独德雷克是把注意力全放在了共生体上，全程都没看过死者一眼。这个小细节也侧面体现出了德雷克的残忍无情。正是因为实验方式太过残忍，一旁的女科学家朵拉看不下去了，她决定将这一罪行给揭发。于是她找到男主角艾迪，想让他曝光这件事。可艾迪一听这件事和生命基金会有关，就连忙拒绝，因为这一切都要从不久前说起。这天，一艘载有外星生物的飞船失控坠毁。经过寻找后，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份生物样本。Did we at least retrieve all of the samples? No, we have 3 of them. One of the organisms got out of containment and it's missing. 但好在还有一名存活的宇航员，于是医护人员立马将他送往医院。途中，宇航员突然睁开眼，还坐了起来，并伸出黑色的触手抓向医护人员，顺带干掉了司机，以至于车子失控，翻滚了数圈，最后侧翻倒地。最后，医护人员徒手掀开车顶走了出来，身上的伤也自动修复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影，他的辫子正好把外套背后的字母 M 给挡住了，原本是 EMT， 也就是紧急救护人员的意思，而如今变成了 ET， 即外星生物。这也侧面说明此时的共生体已经寄生在了这位医护人员的身上。而此时的艾迪还是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，他的节目在当地很火，是公司的得力干将。事业有成的他在情感上也很幸福美满。一天，他打开电脑，看着2人的甜蜜合照，却无意间又看到了生命基金会发来的邮件。艾迪好奇的点开一看，里面的内容说是这家公司在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。而第2天，公司也恰好让艾迪去采访基金会的老板德雷克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艾迪想到了昨天的邮件，于是他就向德雷克询问相关事宜。没想到德雷克直接脸色一黑，安保人员更是直接将艾迪给赶了出去。可艾迪不知道的是，事情远不止被赶走这么简单。德雷克通过关系让艾迪和他的女朋友安妮都丢了工作，安妮也因此和他分手，并且也没有公司再录用他，事业爱情双双失利，导致他这段时间一直过得很颓废。正是见识到了德雷克的手段，所以才有了开头艾迪拒绝插手基金会的事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出于对安妮的想念，艾迪不由自主地走到安妮家的楼下，却发现安妮现在已经有了新男友，这无疑又给艾迪当头一棒。随后艾迪来到桥上，看着对面基金会的大楼，想着自己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了，所以他决定查清事情的真相。最后他联系了朵拉，答应他帮忙曝光真相。而后安妮利用自己的身份轻松将艾迪带进了实验室。进入实验室后的艾迪看到了各种惨状，他立马拍照搜集证据。最后他还发现了自己认识的流浪者，艾迪立马尝试将他解救出来，谁知却不小心触发了警报。情急之下，艾迪直接拿起灭火器砸碎玻璃，放出了流浪汉。然而流浪汉却像发狂一般扑倒了艾迪，他死死地掐住艾迪的脖子，身上的共生体也转移到了艾迪的体内。这个共生体就是毒液。面对这一情况，艾迪也来不及多想，只能先逃出实验室。面对安保人员，艾迪很轻松地就搞定了他们，甚至还一脚踢开了大门。路上的各种障碍对于他来说形同虚设，就连子弹都能躲开。当追兵开着车好不容易追到艾迪时，却发现艾迪已经不见踪影。原来艾迪直接躲在了树上。艾迪居住的公寓名叫舒乐，这个名字致敬了毒液这一角色的灵感来源。在1982年，一位名叫兰迪·舒勒的粉丝提出了可以给蜘蛛侠穿上黑色战衣的想法，而这个想法也被当时的漫威主编以$220的价格买下。随后，在1984年，身穿黑色战衣的蜘蛛侠形象就出现在了漫画上，并随着后续的发展，逐渐有了共生体毒液这个设定。回到家的艾迪直接打开冰箱，疯狂炫着各种食物，连垃圾桶里的都不放过。吃饱喝足后，艾迪来到卫生间洗漱，却直接被自己吓晕。醒来后的艾迪发现不对劲，连忙找来安妮说明情况，不料又感到十分饥饿，直接抓起龙虾啃。然而这根本不顶饱，身体还直发烫。随后他跳进龙虾缸加温，顺手拿起了一只活龙虾吃了起来，这给在场的众人都吓了一跳。好在安妮的新男友是名医生，他将艾迪带回诊所，想用核磁共振给艾迪做个检查，可机器刚打开， Hey, what's happening there? Are you okay? 医生连忙关掉了机器，并上前查看艾迪的情况。医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还以为艾迪患有幽闭恐惧症，所以就先让艾迪回家了。然而德雷克这边已经研究出了答案。
You're hurting it. Stop. Sounds in the 4 to 6,000 hertz range are very harmful for it. 回到家的艾迪接到安妮的电话，他告诉艾迪说他体内可能是有某种寄生虫，这可能是导致艾迪发烧的原因。这时，让我们倒回到之前，在仪器探测的画面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毒液在他的身体中蠕动，这也难怪医生会诊断出体内有寄生虫的结论了。此时，艾迪的脑中不断响起别人的声音，这让他只好先挂了电话。此时，邻居家传来了重金属音乐，这让艾迪十分难受。艾迪让邻居小声点，可邻居直接不理他。随后，艾迪直接发动恐吓。Sure, man. Yeah, I'll just turn right down. Sorry. Thank you. 回到实验室这边，德雷克也发现了朵拉是内鬼，但他并没有责怪朵拉，反而对他说能为宿主提供帮助，从而套出了共生体的下落。得到有用信息后的德雷克也是立刻变脸，他把另一个共生体释放出来，从而让其吞噬掉了朵拉博士。有了地址的德雷克立马找上门来，打算将艾迪给抓回去。见到这个阵仗，艾迪直接举手投降，可总有队友想翻盘，最后毒液直接反手打倒了敌人。I'm so sorry about your friends. 看到队友这么给力，艾迪也打消了投降想法，直接转守为攻，逃离了公寓。而在 OP 的德雷克等人看到艾迪熟练度这么高，连忙加派人手，并准备抓艾迪来开共生体教学班。而无人机也发现了艾迪的踪迹，艾迪只得骑上摩托连忙逃离。可敌人依旧穷追不舍，见队友不太行，毒液直接出手代打，修了一把车技。一路火花带闪电，疯狂蛇皮走位。这里我们慢放的话就可以发现，在爆炸带来的火焰中，毒液害怕地缩了回去。这是因为共生体的弱点就是高频声波和火焰，而制作团队在这一瞬间的画面里也没有放过这点小细节。奈何敌人实在太多，艾迪直接被撞翻在地，眼看实在没有办法，毒液只好现出原形。Eyes, lungs, pancreas. So many snacks, so little time. 这里毒液说的这句话来源于漫画《神奇蜘蛛侠》第374期，这也是制作团队对漫画的一处致敬。正当毒液要吃掉光头时，身后的小弟朝毒液开了一枪，毒液也不惯着，直接目标转移，一口闷了他。此时警察也赶到现场，毒液只好撤退。游到对岸后，艾迪也变了回来，毒液也从身体内钻了出来。这也是艾迪第一次看到毒液的全貌。艾迪实在难以置信自己身体里有这么个东西，而且这玩意刚刚还生吃了个人。经过简单的沟通，毒液表明了来意，他要艾迪帮忙登上德雷克的火箭，从而离开地球。艾迪也愉快地同意了。Cooperate and you might just survive. That is the deal. 之后两个人回到城市，艾迪来到了新闻部，准备曝光德雷克的行径，却被保安给拦了下来。毒液忍不了了，直接就打算吃了他，幸好被艾迪给及时劝下。为了避免生事，艾迪只得离开。此时毒液开口了 You want help? What to say? 一眨眼的功夫，两人就到了老板的办公室。在写完了纸条后， Here's your evidence. Jump. Pussy. 刚下电梯，他就被佛波罗给包围了。之后，艾迪变身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这些特警。可谁知却被赶来的安妮给撞见，吓得他连忙逃走。艾迪也是连忙追上来向他说明情况。之后，安迪也是将艾迪带回了诊所，准备进行全面的检查。一听到又要做讨厌的核磁共振，毒液直接单手将医生给提了起来。安妮见状，直接打开核磁共振仪，这发出的声音让毒液十分难受，甚至直接将毒液从艾迪体内逼了出来。医生见状，连忙把门关上，并困住了毒液。摆脱毒液之后，艾迪表示再也不想和毒液待在一起，随后夺门而出。而他前脚刚走，毒液也从通风管道逃走，并附在了一只小狗身上。艾迪这边，他刚打开电梯门就被射了一针麻醉剂，被带回了德雷克的研究所，而毒液就在旁边看着这一幕。到了实验室后，德雷克发现艾迪身上并没有共生体，于是他逼问艾迪关于毒液的下落。就在这时，德雷克显现出了被寄生的暴乱。原来之前寄生在医护人员身上的暴乱已经一路转移，最后从一个小女孩身上转移到了德雷克身上。他们打算用飞船将更多的共生体带到地球，并组建共生体大军，从而统治地球。眼见问了许久，艾迪还是不肯说出毒液的下落，德雷克只好让手下做掉艾迪。正当光头要动手时，女毒液突然
然出现在了身后，并且吞掉了光头的脑袋。然后两人还来了一波特殊的传递方式。重新合体的两人准备一起去阻止德雷克的计划。途中，毒液还说自己改主意了。原来在毒液星球上，毒液就和艾迪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， 但在地球上，毒液变成了强者，有满满的成就感，所以他们决定以后一起生活，成为致命守护者。而另一边，德雷克已经开始了飞船的发射倒计时。科学家想偷偷关闭飞船的发射程序，却被德雷克发现，并被暴乱团灭。随后，毒液即使在暴乱前往飞船的路上拦住了他，两人也因此开启了一波共生体大战。然而，毒液之所以被叫做 loser 是有原因的，他的实力完全在暴乱之下。这里，暴乱强行将毒液从艾迪分离的这一幕，来源于毒液大屠杀第3期的封面。之后，暴乱想要吃掉毒液，在这危急时刻，艾迪赶紧冲上前去，与毒液重新完成了合体，随后又大打出手。可无奈两人实力差距悬殊，这次毒液甚至直接被暴乱吸入体内。在暂时解决了障碍之后，暴乱赶紧冲向飞船。突然，广播中响起了刺耳的声音。原来安妮没有听艾迪的劝告，而且还偷偷赶过来帮忙。她提供的声音攻击也十分有效，逼得4人全部分开。艾迪也成功将德雷克打下了平台。然而就在艾迪回头时，却遭到了偷袭。由于没有了毒液的保护，这次艾迪是真的要玩完了。暴乱也成功进入了驾驶舱，启动了飞船。幸好毒液及时赶到，保住了艾迪的性命。随后，毒液快步跳到刚起飞的飞船上，与暴乱告别。只见毒液直接破坏了飞船的燃料箱，这使得飞船瞬间发生了大爆炸。而共生体的致命弱点就是火焰。就这样，暴乱被消灭了，艾迪和毒液成功的拯救了世界。之后的日子里，艾迪的生活恢复了平静，毒液也依旧附在艾迪的体内，但艾迪对毒液立下了规矩，以后不能再吃人，除非是那些坏人。这天，艾迪照常去陈太太的小卖部，结果刚好遇到了之前那个经常抢劫商店的罪犯，结果当然是给毒液加餐了。On second thought, please. 最后结尾的彩蛋中，艾迪来采访犯人。I get out of here, and I will. There's gonna be carnage. 而这也预示了毒液2反派的诞生。